你有没有一件事，明明知道早就该放下，却偏偏放了好几年，还是放不下？可能是一句话、一个人、一笔钱，或是一场永远等不到结果的等待。你翻过各种心理学的书，听过无数场演讲，道理全都懂。可是半夜3点醒过来，那件事还是稳稳地压在胸口，一动也不动。2000年前，有人只用8个字就把这件事说完了：所行非常，谓兴衰法。你所执着的这一切，本来就没有一样是恒常的，它们只是照着兴起与衰落的规律在走，来了就一定会走。这8个字出自一部很特别的经典，它不讲艰深的义理，不谈玄妙的宇宙，它是后人从各部经典里把最精华、最戳人的句子一句一句挑出来，编成的一部人生金句合集。全书39品，700多首寄语，短的4个字一句，长也不过几行，可是几乎每一句都能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当场把你点醒。他谈的题目也一点都不遥远，心怎么安，无常怎么受，怒火怎么灭，爱欲怎么放，路怎么走，全是你我每天正在烦恼的事。它就是汉地最早译出的佛教寄语总集《法句经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2000年前的人生金句之书。先说这本书和它是怎么来的。《法句经》一共2卷，依经序的记载是由尊者法救所撰辑。三国时期，吴国的天竺沙门韦其南等人译成汉文，时间大约在吴黄武3年，也就是西元224年前后。你要先弄懂一件事，这本书不是佛陀亲自写的。佛陀一生没有写过书，他说法49年，讲过的话被弟子们口口相传，集成各部经典。而法句经做的事，是从那一大片浩瀚的经藏里，把最凝练、最好记、最能当下受用的句子挑出来，重新编排成戒语，按主题分成39品：无常、心意、明哲、愤怒、爱欲、道行、泥环，一品讲一个题目，所以它的性质很像一本佛陀语录精选。它的底本是从天竺带来的梵本《檀波经》，翻译过程还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。当时的译者坦诚自己汉语不够好，宁可用最朴素直白的字句，也不肯为了漂亮而失了原意。所以你今天读到的法句经，句子都短、都白、都硬，却硬得非常有力。顺带一提，有些传本把译者提成别人，与经序不合，学界一般还是依经序定为韦其南等所译。整首第1品就是无常品，编书的人把最不留情面的一刻摆在了最前面。里面有一组16个字，我每次读都觉得凉洋洋的：长者皆尽，高者亦堕，和会有离，生者有死。你以为永远不变的，终究会走到尽头；你爬到再高的位子，也终有掉下来的一天。再亲密的相聚，最后都要分开。只要活着的，就没有一个逃得掉死亡。这不是咒你，这是在陈述一件所有人都知道，却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的事。想象一场热闹到极点的宴席，灯亮着，酒满着，笑声一波接一波，你会恍惚觉得这一夜可以永远这样下去。可是天总会亮，客人总会走，桌上的杯盘总要收，最后剩下你一个人站在满地狼藉里。问题从来不是宴席会散，宴席本来就会散，问题是你以为它不会散，所以散的时候你才那么痛。我们一生的苦，有一大半都来自这个误会，把暂时的东西当成了永久的东西。房子会旧，公司会倒，身体会衰，感情会淡，父母会老，这些没有一样是意外，全都写在规律里。只有我们自己一边亲眼看着它发生，一边固执地相信，而这一份会是例外。法句经把无常摆在第1品，用意不是要你悲观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会散，今晚这一杯才值得好好喝。正因为会走，
眼前这个人才值得你认真看一眼。接着谈这部经最核心的一个字：心。双药品一开头就下了一句总庄：心为法本，心尊心始。你所经历的一切根源都在你的心，心是主人，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被他差遣出去的。这句话很硬，因为他把责任整个推回给你。同样一场雨，有人听见浪漫，有人听见麻烦；同样一句你最近好像变了，有人听成关心，有人听成挑衅。改变的从来不是语和话，是接收它的那颗心。古人讲过一个很妙的小故事，有人丢了一把斧头，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。他从此越看那孩子越可疑，走路像左，说话像左，连脸色都像左。后来斧头在自家山沟里找到了，他再去看那个孩子，走路说话神情，怎么看怎么是个老实孩子。孩子一步都没变，变的是他心里先装好的那个念头。这就是心为法本最白话的版本。你先在心里种下什么，世界就会长成什么样子给你看。你今天觉得同事处处针对你，很可能不是他变坏了，而是你昨晚睡不好。你觉得这份工作再也待不下去了，也许不是公司出了问题，是你心里那把火烧了太久，烧到看什么都不顺眼。所以真正该修的从来不是别人，是那个天天替你解读世界的你自己的心。既然心这么重要，那心好不好管？辛逸平的答案很诚实，非常难管。他说，心欲造处，往来无端。这颗心自己就会先跑去把场景造好，来来去去毫无头绪，你根本抓不住它。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，躺在床上明明累到不行，脑子却自动开始播放3年前的尴尬场面，再接着预演明天还没发生的争吵。谁让他播的？没人，他自己就播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一评给了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比喻：藏六如龟，防疫如城。乌龟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会把4只脚、头和尾巴总共6个部位全部缩进壳里，外面再怎么咬怎么撞都伤不到它。人也一样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、意念，这6个门就是外界的一切钻进你心里的入口。手心不是硬去跟念头打架，而是像守一座城一样看住城门，少看几眼不该看的，少听几句不该听的，少刷几次那个让你心翻的画面。这个道理2000年后反而更好用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6个城门全天24小时大开着。手机一亮就是别人的人生，讯息一响就是别人的情绪，睡前最后一眼看的，醒来第一眼看的都不是自己。念头不是被你赶走的，是你不再一次次替他开门，他自己就进不来了。你守住了，会长出什么？明哲品给了一句我私心最喜欢的寄语：譬如厚石，风不能移，智者义重，毁誉不轻。就像一块厚重的大石头，任你什么风来吹，它都不动半分。真正有智慧的人心里有分量，所以别人的疑毁或称赞都动摇不了他。这句话难就难在后半句，被骂不动心，很多人勉强做得到，被夸不动心才是真功夫。有一个后世流传很广的故事，说的正是这件事。相传苏东坡有一天写下一首诗，说自己修行到了八风吹不动的境界，得意地派人送给对岸的佛印禅师看。禅师只在纸上批了2个字就退回来。苏东坡拆开一看，当场气得跳上船过江理论。结果禅师笑着说，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？怎么2个字就把你吹过江来了？这个故事是后世禅门流传下来的，未必真有其事，但他把毁誉不轻4个字讲得再清楚不过。嘴上说不在乎最容易，被戳中的那1秒钟才知道自己这块石头到底够不够厚。你不妨拿今天的自己对照一下，1则留言，1个已读不回，1次会议上没被点名，就足以让你整个下午心神不宁。那不是别人力气太大，是你这块石头还太轻。真正的重，不是脾气硬，不是嘴巴强，而是你心里有一件比别人评价更要紧的事，重到风吹不动。
接下来谈一个现代人最容易破功的题目：生气。愤怒品里有一句很直接的话：忍辱胜慧，善胜不善。忍得住的赢过发火的，用善意回应的赢过用恶意回应的。同一品里还有一句更狠：社会行道，忍辱最强。把怒气放下，往正路上走，能忍的人才是最强的。注意，这里说的强不是打得赢谁，是不被自己的情绪挟持。经典里流传过一个很有名的场面，相传有人当着佛陀的面破口大骂，骂了很久，佛陀始终安安静静地听着。等对方骂累了，佛陀才问他一句话：如果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人，对方不肯收，那份礼物最后归谁？那人说：当然还是归我自己。佛陀说：你刚才那一大串话我不收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们生气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在攻击对方，其实那把火是烧在自己身上的。对方可能早就吃饱睡熟了，你却要为那句话失眠一整夜，明天上班还带着黑眼圈，继续替他的一句话买单。所以法句经讲的忍，从来不是委屈自己吞下去，也不是笑着把苦水往肚里咽，它其实是一次很清醒的选择。这件事值不值得我拿一整天的心情去换？多数时候答案都是不值得。你不接那份礼，那份怒气就还在对方手上。再往下是全书最戳心的一品，讲爱与欲。好喜品里有16个字：爱喜生忧，爱喜生畏，无所爱喜，何忧何畏。你有多喜欢一样东西，就会为它生出多少担忧；你有多在乎一个人，就会为他生出多少恐惧。如果心里没有那份执着的爱喜，又哪里来的忧，哪里来的怕？这句话乍听很冷，其实它只是把一个秘密掀开来。你所有的焦虑都精准地长在你最珍惜的东西上。怕失去工作是因为在乎，怕他不回讯息是因为在乎，怕孩子受一点伤也是因为在乎。忧和爱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而翁仲爱树根深固，虽结由复生，爱意不尽除，折当还受苦。就像一棵根扎得极深的树，你把地面上的枝干砍光了，它照样还会冒出新芽。执着的根只要没有拔干净，苦就会一次又一次长回来。这里解释了一件我们都懂的事：为什么删了联络方式，换了城市，发誓再也不想了，某个深夜听到一首歌，整片森林还是原地长了回来。要注意，这一品的用意不是叫你别爱别在乎，把心练成一块石头，那不是修行，那是麻木。他真正提醒的是，你要看清楚，那份苦不是对方给你的，是你心里那条根还没松。看清楚了，你才可能一边好好去爱，一边不把整个人的重量全压在别人身上。讲了这么多心法，那到底该怎么做？述佛品用16个字把整部佛法浓缩成一句人人都听得懂的话：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不做坏事，多做好事，把自己的心洗干净，这就是所有佛陀的教导。就这样，没有玄机。关于这16个字，后世流传过一则很有名的对话。相传唐代的白居易当地方官的时候，去请教一位在树上结庐修行的朽柯禅师，问他佛法的大意是什么。禅师答的就是这16个字。白居易有点失望，说：这种话3岁小孩都会讲。禅师回他：3岁小孩虽然讲得出来，80岁的老翁却未必做得到。这则故事同样是后世禅门流传的说法，但那句回答至今还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们这一生的困境从来不在不知道。垃圾食物有害，熬夜伤身，话说重了会后悔，答应的事要做到，谁不知道？我们卡住的地方永远是知道和做到之间那条又宽又深的沟。这部经最朴素的力量就在这里，它从头到尾没打算教你什么新东西，它只是不停地提醒你
去做你早就知道的那件事。那条路具体长什么样子？道行品给了坐标，八直最上道，4谛为法纪。8条正直的路是最上乘的道，4项真实的道理是修行的轨迹。所谓8直，讲白了就是8个正：看事情要正，想事情要正，说话要正，做事要正，谋生的方式要正，努力的方向要正，心念要正，心定得住。你把宗教的外壳拆掉，剩下的其实是一份极其朴素的做人清单。别看歪，别想歪，别说歪，别做歪。而全书快到末尾的泥环品还留了一句最像家常话的寄语：无病最利，知足最富，后为最有，泥环最快。没有病痛是最大的利益，懂得知足是最真的富有，待人厚道才交得到朋友，而心里真正的止息才是最深的快乐。这4句话适合每一个把身体换成业资，把知足换成比较，把朋友换成人脉的现代人，抄下来贴在书桌上。你仔细想想，一个人熬夜换来的加薪，补得回被熬掉的健康吗？一个人比赢了所有同辈，心里就真的不慌了吗？一个人手机里存了3000个号码，深夜难过的时候打得出去的又有几个？2000年前的人早就算清楚了，你拼了一辈子想要的，其实不过就是这4样：身体好，心知足，有几个真朋友，还有一颗终于安静下来的心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。法句经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收回到最开头那件你放不下的事。这部经从无常讲到心，从愤怒讲到爱欲，绕了一大圈，其实只在说一件事。让你痛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本身，而是你抓着它的那只手。事情早就过去了，人早就走远了，是你还握着不放，然后怪那东西为什么那么看。放下不是遗忘，也不是假装不在乎，放下只是松手，承认它会走，承认你留不住，承认你也有做不到的时候。而且松手这件事不是一次就成的，它比较像每天早上重新做一次的决定。今天我再少握紧一点点。你不必变成一块不会痛的石头，你只要知道风吹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不跟着它跑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心里走到沙场上，读一部以唐太宗与名将李靖一问一答写成的冰雪经典，5经7书之一，李卫公问对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无常、心、愤怒、爱欲这4个题目，哪一个是你现在最放不下的？我们下集见。